防身呢，实际上是一个长寿的秘诀。每一个众生呢，他的生命是极其可贵的。今天我们各位佛友一起放生啊，放生。那么放生之前呢，他们有些佛教徒让我说几句，我想也可以啊。今天我们这个环境很好，很舒服。阳光明媚，到处都是非常这个美丽的鲜花，那么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当中呢，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呢，也是非常殊胜，就是放生，这个放生呢，对整个人类。对整个地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等等，各方面就是有着非常大的利益，所以趁这个机会呢，我跟各位佛友呢，也是简单的说几个放生的这个意义就是放生的意义，那么放生呢。实际上是一个长寿的秘诀，我们在座的各位很多都应该说乐意放生，乐意放生。那么这样的这种放生呢，实际上对大家来讲啊，都有极大的帮助，极大的帮助。什么方面的帮助呢？我们人特别喜欢这个长寿，在座的各位，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大家都不愿意就是离开这个世间呢，就不愿意离开这个世间，那么大家呢，都愿意呢，就是一直生存，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想法呢，不仅仅是我们人类，乃至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任何的这个众生都有，包括我们今天放的这些废禽的话呢，他们都愿意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呢，过自己的自由的这种生活，就是愿意过自己自由的这个生活，然后呢，就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呢，在以后长期的日子当中呢，就要这个放生方面，就是应该要做一些这个事情。这样一来，对你个人而言呢，的确是有这个长寿的这种这个利益。也就是说，佛陀呢，在这个业分别差别经呢。业分别差别经当中呢，都讲过，长寿有10个这个秘诀就长寿呢有10种这个秘诀，其中呢，就是说，如果自己远离杀害，劝别人这个远离杀害呢，这也是一种这个长寿的。还有防身护身呢，就是也是这个长寿的。所以等等就讲了10种秘诀。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怕死，愿意呢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多活一岁多活一岁，这是我们整个人类都具有共同的一种这个心态。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长寿的第一个秘诀，也就是说放生就是大家应该记住如果有人问这个长寿有什么办法让人们呢就是能保持的话呢，这是千真万确的佛陀的这个秘诀
佛陀的这样的秘诀呢，如今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科学家很多学者呢，就是也是通过各方面的这个修行，通过各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就是已经证实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教义就证实呢这样的教义。所以说就是第一个，我就希望呢就是大家就是要关心这个常数，也就是说关心这个放生。那么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是我们要放生呢？因为大家都要知道，就是生命的这个重要性，生命的重要性。我们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呢特别的珍爱，你们想一想，平时你对自己的家庭财产地位都特别的去执着，但是遇到你的生命危险，或者当你的这个生命遭到危机的时候呢，什么都愿意舍弃，哪怕自己的地位这个财产什么都愿意舍弃，只要能保护我们的生命的话呢，都愿意这个付出都愿意付出。所以这是我们佛教的这个《华严经》当中呢，也是讲了说是诸根法中明根为数就是诸根法中明根为数。所有的这个根当中呢，就是明根是最主要的。那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部分就是割下去了也不要紧的。平时我们对这个身体很执着，但是实在这样你的让命保的下来的话，那身体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树割下来了，胳膊割下来了，就这也是我们愿意的。你的眼睛没有也可以，眼根没有也可以，耳根没有也可以，但是呢这个命根呢，就是谁都不愿意舍弃谁都不愿意舍弃。所以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各位呢，就是大家都要就是珍惜这个生命。要珍惜生命的同时呢，我们现在人类是非常的一种狭隘的这种这个眼光狭隘的眼光。为什么只会保护自己的这个人，而不会呢就是保护这个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这种生命就是其他这个所有的生命。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这个人类呢就不仅是就保护对自己人类相关的这个生命，同时呢要有这种信念，要有这种意识。每一个众生呢他的生命是极其可贵的极其可贵的，他的生命呢就是具有价值的光芒。我们呢不能随意的践踏就是这个生命这是我今天就是说的第二点大家要意识到这个生命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为了维护这个众生的生命呢，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的话呢，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呢，就是也应该值得这个就是努力就值得努力。我记得这个隋朝的时候有一位禅师叫做是这个智水禅师。那么这个智水禅师呢很了不起的，他经常呢就是这个在外这个信教就是修行。有一次呢他在这个森林这个当中就开始这个修行就森林当中这个修行。那么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猎人就是照这个业绩，就是准备杀业绩的时候，就是他跑到禅师的旁边来了。禅师呢用自己的这个袖子就是把他掩盖，就是挡着了。过一会儿的时候呢，那个野人就亲自就是照到这个禅师跟前来了。来了之后呢就是要求让这个业绩呢就还给他就禅师就是一直没有还。后来呢就是他一直这个纠缠不放就说是这个一劫呢，就是对我猎人来讲是只是这个一盘菜一盘菜，你必须给我换过来。后来这个禅师呢，就是求他，就这也是一条命，希望他呢就是把他这个放开就是放生。但是这个野人呢，始终是就是给他不服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禅师本来的是自己有这个就是护圣的有一个戒道，就是这个戒道呢，他各自己的2个耳朵就各出2个耳朵，然后呢就是交给他就是这个也可以够你的一盘菜吧。那这个时候猎人看到之后呢，
的确就是特别的这个惊讶啊。据说从此之后呢，这个野人呢就开始皈依佛门啊，就皈依佛门，然后呢就是这个行持善法。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为了就是救一条生命呢，割下自己的耳朵的话，那恐怕是很困难的。啊，以前那个还有一些其他的禅师呢，就是为了几个别的众生的生命，宁可呢愿意自己呢，就是这个入这个监狱啊，宁可呢付出自己的生命当道，就是有许多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公案。那么这些呢，就是作为我们就是大乘这个佛教徒来讲呢，应该是值得反思的啊，就值得思维的。所以我想今天呢，就是只讲这3条。就希望呢，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也好，将来的这个有缘的这些这个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呢，要考虑就是整个这个实践当中的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就各方面的一些因素。我们人类呢，就是从物质方面，就是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就是超级的一种这个发展。但是呢，在有些这个行为上，当我们的善心和当我们的慈悲心呢越来越这个减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需要这个共同努力维护呢就是整个人类护持呢就是整个地球，来自这个地球上生存的所有的这些生命呢，让他们就是获得这个解放，让他们呢就是获得这个真正的这个自由的这种快乐就这一点我们不仅是佛教徒应有的责任，来自所有的这个寻求快乐的、寻求真理的、寻求美好的每一个人类呢，应该是有这个就是不可推卸的一种这个责任。所以呢就今天呢我们这样的这种这个山上就大家也是很自由的就很这个就是快乐的。也可以说很放松的呢。我们以这个大乘的菩提心和慈悲心的这种这个牵引下呢，就是大家也会这个放了很多的这个生命，让他们呢就是回归这个自然，回归呢就是蓝天，享受呢就是这个天伦之乐吧。就是展示让他们的相续当中从小解脱的这个种子，究竟呢就获得这个圆满的这个菩提就今天呢因时间关系，我们还要放生，就是大概我心里就是想说这么几句，然后也是满大家的愿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非要让我说几句，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说这么几句，就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就先念那个放生仪轨就是先念这个放生仪轨，然完了之后呢，大家这个放生的过程当中，有些笑料就是可能有些那个树上的呢，就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下，不要这个不要把它踩死，就是要脚下，就是最好是把它这个放在比较游客少一点的地方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他们就是真正是这个获得快乐。所以当我们放生的时候，我们人类过年呢也是一个快乐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全部都是喜气洋洋，就是顾这个共度这个新春了。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家都是要这个做一些善事就是人类的是要做一些善事，种下一些这个善根这样的话呢也是很这个快乐的。希望你们今天的这里一些游客的还有一些做这个其他工作的这些人呢，你们也是参加放生就大家这个共同呢就行持善法就是非常感谢大家